德国的双元制教育简直被吹成了神仙开局。同样是16、17岁，在 Gymnasium 里苦哈哈刷题的人，还在厚着脸皮跟爹妈要零花钱的时候，对 Ausbildung 的同龄人一边免费接受培训，一边每月还能拿工资，不用去大学熬大夜防挂科，毕业直接丝滑进大厂拿高薪，甚至还能自己当 boss， 这不是妥妥的弯道超车，直接少走10年弯路的爽文大男主大女主剧本吗？那我就请问了，如果双元制真的是条捷径，你身边的那些最懂本地规则的律师、医生、教授、工程师和企业高管家庭，为什么还是要让孩子去读 Gymnasium， 拿下 Abitur， 死死保住大学的入口？难道德国高知圈集体不懂德国特色？为什么大家嘴里喊着职业教育 YYDS， 身体却很诚实的死磕 Abitur？ 接下来小雨就要跟你一起扒一扒关于德国双元制教育的真相。你看，在公众场合，官方口径永远是双元制教育和大学教育的价值是对等的，但看清楚 gleichwertig 不是 gleichartig， 这里的价值对等指的是社会价值。就比如手艺精湛的电工或经验丰富的护士，他们对维持这个社会运转的贡献绝对不亚于一个金融分析师或 IT 架构师。大家要知道，德国这套双元制系统是经过很精妙设计的，它的首要任务是什么？是源源不断的给德国的工业、手工业、服务业输送能直接干活的人，好让德国这台巨大的经济机器轰鸣着转下去。但请千万注意，这套系统的首要功能从来不是为了保障每个年轻人都能跨越阶层。一提到 Ausbildung， 很多人脑子里瞬间自带了一套10级美颜滤镜，这滤镜直接把德国底层打工人的辛酸一键虚化得干干净净。他们会自动屏蔽掉那些满身油污、钻在车底下的汽修小哥，在冷库里往返搬猪肉的大叔，或者在建筑工地里日晒雨淋搬砖的工人。但话说回来，在德国双元制里确实藏着不少能坐办公室吹空调的白领岗，比如以下这些岗位。这些岗位主打一个体面，不用风吹日晒去工地搬砖，培训期间有工资，毕业以后还有机会被企业直接留下。但问题是，大家讨论 Ausbildung 时，经常把完全不同的岗位混在一起。一种是大企业、银行、保险公司、公共机构或成熟工业集团提供的优质 Ausbildung， 而另一种却是整个德国 Ausbildung 市场的平均现实。这里面可是塞满了无数小企业、零售、餐饮、物流、地方服务业和手工业公司。德国一直在说专业人才短缺，但这真正意味着什么？看数据。截止到2025年9月底，德国培训市场有大约 5.44 万个企业培训岗位空着。老板们急得直跳脚，就是招不到合适的学徒。很多家长一听到这宏观数据 DNA 就动了，仿佛看到了遍地黄金。懂了，到处都在招人，我家娃就算不上文理中学，随便申请个 IT 岗、银行岗，大厂估计还得敲锣打鼓、八抬大轿求着我们去呢。于是果断让孩子拿着一份 Realschule 或者 Hauptschule-Abschluss 的简历投向各个神仙大厂。但现实往往是很残酷的，他们忽略了另一组数字。同一个统计截止日，全德国大概有 8.44 万名登记在册的培训求职者，死活找不到双元制岗位。这个数字比前一年飙升了近 20%。 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这 8.44 万人里，大概有 2.07 万人可是有 Fachabitur 或者 Abitur 的，这就很魔幻了。岗位空着，人也闲着，怎么这几万人就是匹配不上呢？很简单，因为新闻里天天喊缺人的 Ausbildung 岗位和人人想要申请的 Ausbildung 岗位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啊。根据2025年的数据，以下行业的 Ausbildung 岗位的学徒空缺比例最高。你看一下，各位，媒体里常宣传的那个统一的庞大的双元制市场，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相反，现实中的德国双元制教育内部严格两极分化，形成了两个撕裂甚至彼此隔绝的平行宇宙。你以为的缺人是写字楼缺个敲键盘的，但实际缺人的是工地里接管子和泥的，是屠宰场切肉的，是在后厨帮忙的，是那些需要消耗大量体力承担基层执行工作的岗位，而不是带有大厂 logo 的高级白领或高端技术岗。而这些岗位恰恰是德国 Ausbildung 市场里门槛比较高的。举个例子，2025年德国 Fachinformatik 的培训岗位总共大约有 1.57 万个，但想挤进去的人超过 2.1 万。截止2025年9月底，还有超过6000名的求职者没有申请到匹配的培训岗位。换句话说，每100个想搞 IT 的学徒，对应的坑位大概就只有74个，纯纯的僧多粥少。最扎心的是，真正能拿到这些体面 Ausbildung 的 offer 都是些什么人呢？
我们统一来看目前最新的2024年职业教育统计，在德国全部新签 Ausbildung 合同的人里，拥有 Fachabitur 或者 Abitur 的大概只占 27%， 但是到了 Fachinformatiker 这个比例升到了大约 53%， Bankkaufmann 大约 60%， Industriekaufmann 大约 61%。 看出这个差距了吗？在 IT 银行这些热门岗位里，本来就有大学入学资格的人占到了1半到60%，没有 Abitur 的孩子是不是完全没有机会？也不是啊，一个 Mittlere Reife 成绩不错，做过对口实习，面试准备充分的孩子，完全有可能拿到热门岗位。但千万不要把理论上可以拿到天真的误解成现实中闭着眼睛就能进。德国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对2022年到2023年度的调查显示，企业为了养1名学徒，平均每年要砸进去的总成本大约是26,210欧元。而学徒这只刚出新手村的菜鸟，干活平均只能产出18,124欧元的价值，中间还剩大约8086欧元的平均净培训成本。也就是说，在培训阶段，企业平均每年要为一个学徒额外投入8000多欧元。但是如果3年后把这个好苗子留下来，企业平均能省下高达13,689欧元的外部招聘、猎头费和入职培训成本。看出来吗？优质 Ausbildung 对企业来说本质上是一项人力资本投资，不是全民无条件发放的慈善大礼包。既然是砸真金白银，筛选起来的门槛能低吗？大厂有专业的培训中心，有专属 Ausbilder 就是导师，有神仙轮岗计划。请问人家能把这些能下金蛋的资源随便给个谁吗？这才是德国双元制最腹黑、最容易踩雷的地方。德国这套系统，职业学校的钱是国家出的，但工资、设备、导师时间和实操培训全是企业买单。一边上学一边打工，确实香，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啊！资本家不养闲人。既然掏了钱，企业就绝对要把选择权死死捏在手里，人家才不会管社会上喊什么职业不分贵贱就自动降低高薪岗位的门槛，他们只会挑成绩更好、简历最卷，甚至手里已经捏着 Abitur 和实习证明的卷王。好，小雨现在还要顺便戳破双元制的高薪幻想。首先，双元制学徒每月到底可以拿多少钱？从2026年1月起，新开始 Ausbildung 的学徒最低培训工资第一年是724欧元，第二年854欧元，第三年977欧元，第四年1014欧元，这些都是每月税前收入。在慕尼黑、法兰克福这种物价上天的一线城市，哪怕每月到手的实际工资比最低工资高出1截，还是连个 VG 都做不起啊！那18岁实现经济独立有可能吗？来看看德国工会联合会 DGB 2025年学徒调查， 62.8% 的受访者带着满腔怨气吐槽，就这点破工资根本绝对养不活自己。超过2/3的人靠自己的学徒工资根本没法过日子， 31.9% 的人还在厚着脸皮啃老， 26.1% 的人靠着国家发的 Kindergeld 续命，还有 12.7% 的人周一到周五在公司被老板使唤的累个半死，周末还得拖着残躯去快餐连锁店炸薯条打零工搞副业。那等他们毕业转正后，情况会不会好一点呢？请看大屏幕，这是德国联邦统计局今年3月份公布的新鲜热乎的数据。2025年德国全职受雇员工的平均税前月薪，看起来是不是很香？看到这儿，估计你第一个反应是，等一下，Meister 平均月薪5405欧元，居然比大学本科学历的5289欧还高出了116欧元。这不就铁证如山地证明了职业教育的逆袭吗？赚的比大学生还多。你觉得我放出这个表格来就是为了打自己的脸吗？这里藏着一个非常鸡贼的统计学障眼法，一个年轻人拿到本科学位就能一头扎进职场，所以在本科学历这块，既有干了10几20年的资深大佬，也有一批刚工作1-2年的职场萌新。但 Meister 都是些什么人？一个人完成了 Ausbildung 后，第二天就会自动变成 Meister 吗？不是啊， Meister 绝对不是能自动领取的通关奖励，它是一个硬核的进阶资格，你得入行工作，摸爬滚打，攒足实践经验若干年，然后还要继续学习技术、经济、法律、企业管理和人员组织以及培训知识。你要准备考试，通过一堆模块。更狠的是，很多人还得白天上班，晚上和周末上课，别人下班回家躺平刷手机，你下班后还要埋头苦读，研究成本核算、劳动法和企业组织。也就是说，能进 Meister 统计组的人不可能是职场新人，而是已经爬上去的人。你现在看出问题出在哪里了吗？这组平均工资实际上是在把一个已经跑了很多年的 Meister 与一个刚刚站上职业起跑线的 Bachelor 放在一起比较。
所以 Master 比 Bachelor 平均高出116欧元，根本证明不了读 Ausbildung 比上大学更赚钱。它真正能证明的是，一个完成了职业培训，攒够了经验，又扒了层皮去考试进阶的老手，他的平均收入能跟整个本科群体的平均水平打个平手，甚至略胜一筹。但普通 Ausbildung 的平均工资是4125欧元，和 Meister 之间差了整整1280欧元呢。这个鸿沟白纸黑字的告诉你，普通学徒和 Meister 根本就不在同一个职业阶层。但是很多关于德国双元制的宣传特别喜欢在这里给你玩一招移花接木，他们很喜欢拿 Meister 的工资替普通 Ausbildung 学徒做广告，不上大学也没关系，读 Ausbildung 赚的比 Bachelor 还多呢。但如果我们不只盯着这116欧元的差距，而是看看这几条路在一个人30岁以后的情况，真正的差距就露出来了。硕士 Master 的平均月薪直接飙到7019欧元，博士或教授更是冲到了9476欧元。为什么大学生到了中后期能把差距拉得这么大？首先，普通 Ausbildung 毕业生主要进入 Fachkraft 岗位，而研发、分析、规划以及部分高级专业岗位往往更偏向 Bachelor 或 Master 毕业生。而且 Ausbildung 培养的是一项非常具体的职业能力，比如电子工、机电工、税务专员、仓储物流。优势是毕业后可以直接干活，但一旦想跨专业换行业，原来的经验未必能被完整认可。大学学历虽然也有专业限制，却更容易被不同企业当成统一的能力门槛。最重要的是，很多研发、战略、高级管理和公共部门岗位虽然不会明写着没上过大学的禁止申请，但会直接要求 Hochschulabschluss。普通 Ausbildung 毕业生当然可能凭经验突破这层天花板，但他必须不断证明自己的能力，证明自己就是那个罕见的例外。但大学毕业生从一开始就已经满足了这个形式门槛，所以大学学历的优势不只是起薪可能更高，它真正提供的是更多岗位入口、更低的改道成本以及更高的职业上限。把这些事实串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德国那些高知家庭通常会尽量让孩子拿到 Abitur，走大学路线。 Abitur 从来不是一张稳赢卡，考上大学也不代表发家致富，但它却是一张很昂贵的选择权扩展卡。有 Abitur 的人可以上普通大学，也可以读应用技术大学，可以申请双元制大学，也可以选择普通 Ausbildung。 即使他进大学以后读不下去了，也可以转身申请普通 Ausbildung， 或者就算已经拿到了 Bachelor， 毕业后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他仍然可以重新申请企业的 Ausbildung， 甚至可以竞争大企业的培训岗位。而没有 Abitur 的孩子呢，一旦在热门 Ausbildung 的竞争中落败，能走的替代路线通常不多，可能要被迫绕最远的路，这样就更容易在焦虑中接受那些条件不好、培训资源薄弱的小公司的 offer。很多人天真的以为，既然都是德国政府搞的，只要有那个 Ausbildungsrahmenplan 护体，全德国的培训质量就都是一样的。不管是大厂还是小作坊，去哪儿学不都一样？来看看 DGB 2025调查的暴击，如果学徒进的是梦中情岗，满意度就高达 84.1%， 如果是被迫将就的备胎岗，满意度直接跳水跌到 31.6%， 每天上班的心情比上坟还沉重。更要命的是，企业规模带来的巨大断层。在员工不到5人的小企业里，有将近1/3的受访学徒表示，自己天天要做跟培训内容完全不相关的烂活。你以为是要去学点高端技术，其实是每天帮老板拿快递、接客户电话，帮老板娘的旧电脑重装系统。大厂有专门的培训中心，有导师专职教你。小公司呢，可能老板自己就是导师，但他每天要忙着跑业务，还要防着公司破产，连上厕所都在回客户的邮件，哪有闲工夫教一个新人？7.4%的受访者表示公司根本没有导师，还有11.1%的人说导师只在公司墙上的照片里见过，从来没有见过真人，根本没人讲解工作流程，平时全靠自己瞎摸索。父母以为自家娃在学核心技术，实际上他就是老板的廉价打杂机器。3年后拿到手的虽然是同一张国家认可的职业资格证书，但大厂出来的学徒轮过多个部门，参与过真实项目，小作坊出来的学徒长期只做重复的杂物，含金量能一样吗？你可能会说IHK和 KVK 是吃干饭的吗？他们不管的吗？有一说一，监管是有的，法律规定企业不能想教什么就教什么，更不能长期用跟培训无关的杂物代替正式培训。但德国企业有千万家，监管机构不可能每天站在每个学徒的工位旁边，看老板今天到底让学徒学技术，还是又让他去取快递，帮自己的笔电连 WiFi 了。这就是一个灰色地带，制度定了底线，但保证不了每家企业每天都在认真执行纸面上的 Ausbildungsrahmenplan，
那是不是说普通家庭的孩子就不该读 Ausbildung 了？当然不是。根据 DGB 2025年的调查，整体仍然有 71.6% 的学徒觉得自己的 Ausbildung 真香。德国正经八百高质量的 Ausbildung 确实是一条好路，孩子能提前接触真实工作，避免纯理论学习，毕业后能拥有国家认可的职业资格，只要岗位选得妙，老板不作妖，孩子自己还愿意后期打怪升级，那以后体面稳定的生活收入肯定跑不了。但是很多人把整个双元制市场包装成一个全员送保时捷的神话，把少数大企业优质的培训岗位当成是所有人闭着眼睛都能领的新手大礼包，再拿已经取得 Meister Technik 这样的进阶玩家的收入去给一个刚入行的普通学徒画大饼。所以想要让自家娃去读 Ausbildung 的家长或想要走这条路的朋友，在签合同以前不要整天考虑德国是不是缺人才，德国缺人跟你会不会被当成耗材是两回事。先想清楚3个问题。首先，这真的是你想学的职业，还是因为没有申请到其他岗位焦虑下选择的下策？2，你申请的这家公司到底有没有正经带教的导师，有没有清晰的轮岗和项目计划？还是说老板嘴上喊着招学徒，心里只想找个便宜的端茶倒水的打杂工？3，这条职业路线5年、10年以后的收入天花板在哪里？如果你以后想考 Meister Technik 或者 Fachwirt， 需要投入多少时间和成本？如果你几年后发现选错了，后悔了，手里还剩下多少可以改道的底牌？真正要命的从来不是选择了 Ausbildung， 而是父母或当事人在没有看清赛道之前就提前把其他出口给焊死了。我是小雨，让我们一起做个清醒的局内人，下次见。